职业生涯最黑暗的80秒，幾乎毀掉他的一切，卻也造就了最完整的武尊。1年前，羅唐只用了80秒就把武尊打倒在日本主場。1年後，34歲的武尊在自己的退役戰裡4次擊倒羅唐，第5回合完成 TKO， 戴上金腰帶，然後摘下拳套，轉身離開。他沒有繞開職業生涯最痛的一次失敗，而是親手回到原地，把那個狼狽的結局重新打了一遍。這可能是武尊職業生涯最硬核的一次自我救贖。2025年3月23日，日本埼玉超級競技場腕172的頭條主賽，武尊對陣羅唐，都覺得這是一場持續多回合的正面對轟，因為武尊以速度、壓迫和連續組托拳著稱，羅唐則擁有極強的抗擊打能力和近距離重拳。可誰也沒有想到，這場期待多年的對決只打了80秒。開局階段，兩人先用低掃試探，羅唐很快開始向前壓迫，一記左勾拳接右直拳，率先打穿武尊的防線。發現武尊已經被打慌後，羅唐沒有給他任何喘息機會，再次用組合拳將他逼到圍繩附近，最後一記左勾拳正中下巴，武尊倒地，掙扎着想站起來，卻已經無法恢復身體平衡。第1回合1分20秒，裁判終止比賽。這是武尊職業生涯第一次在首回合被如此乾脆的終結。主場數萬觀眾瞬間安靜，緊接着就是鋪天蓋地的質疑和嘲諷，全網都在說他老了，實力下滑，各類退役的言論直接刷屏。武尊沒有否認這場失敗，他承認自己那天沒有打出應有的表現，也承認自己在備戰期間受到內部傷勢影響。不過傷病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真正刺痛他的是自己根本沒有發揮出訓練中的水平。羅唐第一次重拳命中後，武尊的防守體系迅速崩塌，他沒有及时拉開距離，也沒有用低掃和迎擊阻止羅唐繼續前壓。當羅唐第2次衝進來時，武尊已經被拖進了對手最擅長的近距離重拳節奏。輸掉比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還沒有真正開始就已經結束了。而且这已經不是武尊進入彎後的第一次失利。2024年他在彎首秀中5回合判定輸給蘇波邦，2025年他又被羅唐80秒 KO。武尊後來坦言，自己曾經給職業生涯定下一個標準，如果連續輸掉2場比賽，他就會退役。可真正走到這一步時，他卻發現自己無法接受，不是接受不了失敗，而是接受不了自己以這種方式結束。如果那80秒就是武尊職業生涯最後的畫面，那麼他以後每次回頭看到的都不是自己曾經拿過多少冠軍，而是倒在羅唐拳下的那個瞬間。所以他沒有直接退役，他決定先證明自己還能打。2025年11月，彎173，武尊迎戰丹尼斯·普瑞克。這不是一場簡單的過渡戰，而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生涯保衛戰。再說，他大概率就不會再有挑戰羅唐的機會。這一戰，武尊調整了自己的訓練方式，也重新找回了過去那種高压、連續、不給對手喘息空間的打法。比賽中，他前後4次擊倒了普瑞克，最終在第2回合完成 TKO。這場勝利證明了一件事：被羅唐80秒 KO 的武尊，並不是武尊真正的水平。賽後，他沒有急着慶祝，而是直接把目標對準羅唐。他想要2番戰，而且他已經決定，這將是自己職業生涯的最後一場比賽。2026年4月29日，東京有名競技場，武尊在退役戰周再次面對羅唐，爭奪腕臨時音量級踢拳世界冠軍。這一次，他沒有再被對手帶進亂戰，而是用低掃和正蹬穩住距離。第2回合，武尊連續2次擊倒羅唐，徹底打破對手打不倒的壓迫感。但羅唐很快反撲，第3、第4回合，兩人重新陷入高強度對攻。決勝的第5回合，武尊抓住機會重拳擊倒羅唐，對手起身後仍站立不穩，武尊繼續追擊，裁判隨即終止比賽。第5回合2分22秒，武尊 TKO 羅唐，他完成了復仇，也贏得了腕臨時音量級踢拳世界冠軍。比賽結束後，武尊把金腰帶扛在肩上，摘下拳套，正式宣布退役。職業生涯最終戰，4次擊倒那個曾經80秒 KO 自己的男人，第5回合終結，帶着世界冠軍身份離開。這個結局看起來像電影，可他真正戳人的不是武尊贏得有多漂亮，而是他完全可以不回來。以武尊的成績，他早就是 K1 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拳手。他拿過3個不同級別的 K1 冠軍，也經歷過長期不敗和無數場高水平大戰。即使在80秒慘敗後選擇退役，也沒人能抹掉他的成績。但他自己過不了那一關，所以他先打贏普瑞克，證明自己還有戰鬥能力，再挑戰羅唐，重新面對那個曾經擊垮自己的对手。從第1次交手到第2次交手，中間過去了13個月。他不是躲起來等待機會，而是用一场付出勝利，把自己重新送回羅唐面前。真正的救贖，不是告訴所有人那場失敗不算數，而是承認那場失敗真實發生過，然後證明它無法定義你的一生。或許每個人都曾有屬於自己的80秒，
一次考試失利，一次工作搞砸，一次当场出丑，或者某个你以为自己绝不会输却输得最难看的时刻。我们真正害怕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从此以后别人只记得自己失败时的样子。但武尊告诉我们，人生最后停在哪一帧依然可以由你自己决定。80秒可以击倒一个人，却不能定义一个人。跌倒了就爬起来，輸了就踏實改，熬過去就體面收官。人生最好的救贖，從來不是別人的認可，而是不認輸的自己。又一個，繼續打！哎呦，晃人！不打了！裁判終止了比賽。注意看，是什麼導致這個日本選手躺在地上嚎啕大哭？就在剛剛，他被中國火麒麟徐彥炮轟上百拳，打成了重度腦震盪，連續打跪3次，徹底懷疑人生。在媒體發布會面前，瞧不起中國選手，當眾大放厥詞，表示打中國選手完全不用做防守，防守一下都是孫子。好，各位喜歡觀眾朋友們，因為這場比賽是中日格鬥史上交戰史上最精彩也是最具有含金量的一場比賽。好，左邊選手來自於中國的火麒麟徐彥，那麼右邊選手便是日本的 K1 世界冠軍、世界排名第3的山本由尼。觀眾朋友們，此人的身份和背景非常的不簡單，說出來您絕對會嚇一跳。沒有錯，此人正是日本抗戰時期的海軍總司令山本56的後代。好，第山本56，聽說對方是山本56的後代，我這也是氣得不行啊。好，這裡不要少說，比賽已經開始，看一下藍色拳套、黑色短褲，中方選手火麒麟徐彥。這場比賽徐彥被日本官方請過來，完全就是給這個山本由尼當小怪當墊腳石，刷戰績用。因為日本官方有意把他捧為世界第一。但是本場比賽，觀眾朋友們讓日本官方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因為徐彥他並沒有按劇本走，並沒有讓對方隨意宰割。我們注意看這個山本由尼打的是閒庭信步看起來是很放鬆，完全是沒有集中精神，而且雙手呢放得很低。包括賽前這個家伙，這個小日本子也說了哎呦，這個家伙還展開雙臂嘲諷我們。而且這個山本由尼呢，經常在媒體面前提起他的祖先提起這個山本56，他表示這是他們家族的榮耀。好，徐彥連續進攻，連續的進攻，哎呦，打退了。對方說好的不防守說是不防守，但是把雙手卻很自覺的舉得很高。主廚的鴨子嘴很硬，但是身體很誠實。好，一回合還有最後的20秒鐘，馬上就要結束了。我相信台下的日本官方已經是看得汗流浹背了。估計他們沒有想到一個哎呦漂亮，一個徐彥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將會打得這麼猛。70kg 戦線、3月17日の後楽園ホール大会では王者健太が木戸康弘相手に防衛戦を行います。好，觀眾朋友們，比賽來到第2個回合了。希望屏幕前的您千萬不要眨眼，因為第2回合非常的精彩。好，我看這一回合對方的山本這個小鬼子進攻上打得比較兇了，他是想把第一回合丟掉的臉面以及丟掉的氣勢打回來。我們注意看徐彥的打法跟風格呢，他是偏泰式泰拳會多一些。好漂亮，哎，前手平手打中了，對方有些晃。好的，勾拳連續的，哎呦。好，台下的日本觀眾已經是哎呦張大了嘴巴。
哎呦，又一次，不行了，这个哎呦，山的油泥有打哭了吗？这是强颜欢笑啊，还在勉强支撑，但是眼泪也已经在眼圈里打转了。没事，想哭就哭吧，打中国选手哭也很正常。第二回合还有1分半的时间，徐彦如果想要去 KO 对手的话，那这个时间是非常充足的。追着打，千万，哎呦，再一次打跪下来了，还想站起来，但是裁判拦住了他。第二回合1分37秒，让我们恭喜徐彦，观众朋友们。哎呦，3次击倒，这是比赛规则。如果3次击倒，3次读秒，那么直接会终止比赛。台下的日本觀眾此時已經是看傻眼了。好，我們看這個日本選手啊，已經是躺到了地上，非常精彩。好，讓比賽讓我們恭喜中方選手徐彦啊，打得非常的解氣。要知道這可是日本的擂台啊，我們中方選手能夠打出這麼精彩的比賽，實屬不易。這個時候對方已經不行了啊，是真的沒有防守了，用臉去接拳。好，精不精彩，解不解氣，觀眾朋友們，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他是太极拳大師王占軍的關門大弟子，15歲時就斬獲全國太極比賽冠軍，淡泊名利，一度引入深山焦土，宣揚太極拳法，擊敗過無數前來中國踢館的老外，不管是世界冠軍還是不敗王者，在他這兒通通撐不過一回合。他就是中國太極拳實戰第一人韓飛龍，波蘭的拳王薩科維奇，綽號巨人王，身高1.93米，一般的選手根本是無法近身。而面對薩科維奇的囂張挑釁，我們的韓飛龍則表示多說無益，拳壇見真章。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您現在收看的是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波對局，我們的中國太極拳實戰第一人韓飛龍大戰波蘭拳王薩科維奇。可以看到啊，身穿白色長褲的就是我們的韓飛龍。哎呦，不愧是太極拳實戰第一人吶，這一個單腿抓得非常漂亮。而對手身高1.93米，穿着黑色短褲的就是波蘭拳王薩科維奇。驚呼。從這個視可以看到啊，這個薩科維奇啊，嚯，長得真是太高了，這極長的臂展跟腿長，對於韓飛龍來說，確實是一次艱難的挑戰。公分的這個差距啊，對，其實1.80米的身高也是挺高大威猛的，但是站在這個1.93米的面前，就顯得有些瘦小了。是的，這一次呢，峨眉傳奇欄目組呢也是。可以看到啊，薩科維奇也很聰明啊，與這個我們的韓飛龍保持一定的距離，通過自己這個腿長的優勢，瘋狂的對我們的韓飛龍使用低掃，就回到陳家溝了。這一次回去拍小片，也順便跟看到以前的師兄師弟也有一些太極上的切磋啊交流，他感覺這種我們的飛龍也是盡可能的壓縮對手的生存空間，找一個破綻，找一個時機。韓飛龍還是動作很迅速啊，往前壓的也很緊。哇，但是這個掃踢相對於這麼高的身高來說，就顯得有一些距離不夠了。對，韓飛龍呢，在我看來是把傳統武術太極和自由搏漂亮，又是抓單腿。這一次低掃啊，差一點意思，好拳是沒把這個薩科維奇給擊倒。這個薩科維奇的底盤還不錯呀。很硬，但是呢，這個反應很快啊，馬上進行轉身，試圖出一個轉身動作，但是距離還是不夠。這個薩科維奇距離真的是太遠了。是的，這個韓飛龍就要考慮到不要再好的突進，打一個近身纏鬥。可以看到我們的韓飛龍很聰明啊，沒有一直與對方這個拼腿，這個距離太遠，韓飛龍每次失腿都容易這個走空，一旦出來之後再想進去，哇！剛才韓飛龍用了一個空手道的一個技法啊，它是一個轉身的擺腿，但是哎呦小心！可以看到我們韓飛龍這麼一起啊，薩科維奇一腳就給我們韓飛龍蹬到一邊去了。
確實是一個難纏的對手。在 K1 的擂台上啊，過去的這個 K1 之王啊 ，GP 之王，漂亮高掃終於命中。好的，亲愛的觀眾朋友們，第一回合比賽正式結束，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回合雙方選手的精彩回放。可以看到，我們韓飛龍這個主要的有效攻擊基本都是抓單腿打一個近身。那麼面對這個薩科維奇呢，我們的韓飛龍可能在第二回合要調整一下自己的戰略。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回合雙方選手的精彩表現。好的，漂亮一個半腿。但是这个裁判拦了一下啊，好像是有一些犯規。我们的韓飛龍也是，哎呦，這個回旋踢對手太高，而且這個底盤也穩。但是我們的韓飛龍依舊是選擇抓腿。這幾次摔擊啊，薩科維奇應該也是有一些發懵了。雖然剛才那個接腿摔啊，並不被列入這個技術得分這個評判標準之內啊，但是可以有效的打斷對手進攻的節奏。對，而且在氣勢上也是佔有優勢的。好，連續組合，這個組合拳跟得很快啊，但是每一次，韓飛龍接組合拳接腿啊，那個腿總是顯得腿會很短，因為對手這個上半身後仰這個距離實在太遠了。這幾記回旋踢啊，頗有一點邱建良的味道。但是我們這個韓飛龍嘛，大家也知道太極拳實戰第一人啊，擅長是以慢打快啊，以弱勝強，四兩撥千斤很厲害的。我們來看一下如何面對這個大個子薩科維奇。曾經用這個腿法 KO 了很多 K1 的 GP 的高手。韓飛龍想使用一個從上至下的一個劈腿。哇，這個後手拳真的起的距離太。掃踢。薩科維奇一直在不斷的利用一些拉開動作的距離啊，跟韓飛龍保持。我們的韓飛龍也有一些難受啊，這個薩科維奇也是很狡猾，不停的後撤。這退到欄邊之後，這個不用考慮到背後的問題，這個進攻也很方便。對，韓飛龍就是在對手露出破綻的那一剎那進去，得點動作，哇，這個撐燈很輕鬆的就踢到了韓飛龍的頭部。對，雙方換腿，韓飛龍再次並不佔有優勢。這麼遠的距離起上勾拳。那麼距離第二回合結束還有20秒左右。這個藍鋒選手來自波蘭的薩科維奇，他就是這種泰式的打法，喜歡打這種遠距離，充分利用自己身體的優勢。而且他生於波蘭，在英國居住了9年，在泰國也居住了1年，一直都是想打很多的比賽，所以來到中國。但是我們看他的這個資料顯示。非常漂亮，這一記回身踢正好好踢在了這個薩科維奇頭部。那麼第二回合比賽結束，我們來看一下啊，我們的韓飛龍也是秉承着第一回合這個戰術，一直是抓單腿打摔，逼對手近身啊，也是打得非常的辛苦啊。薩科維奇的防守確實是這個憑借身體優勢做得很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回合，我們的韓飛龍能不能戰勝這個薩科維奇？第三局比賽開始，轉燈，韓飛，好，轉身邊拳打到。這場比賽對於韓飛龍的考驗就是在各種破綻當中來出擊，才能打中對手。薩科維奇也開始這個利用自己的身體優勢了，繼續，哎呦！但是我們的韓飛龍啊，抓單腿這個太絕了啊，反應速度很快。進去。是的。哇，再次轉身的這種腿法。所以這對於韓飛龍最大的考驗在於他，每一個動作並不是說蓄積好力量準備好的，他是要找這個時機才能打進去。對方出擊這個機會啊，隨時把握住，隨時可以進攻發力。可以看到我們飛龍這個體能消耗也有一些嚴重了，開始後撤打一打游擊。
恢復一下自己的体能。萨科维奇每出一个动作啊，韩飞龙想要避开的话，往後撤這個距離相當大。哇，漂亮！我們韓飛龍一記回身踢直接是擊腹了，薩科維奇當場倒地。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裁判，看一下薩科維奇哦，薩科維奇再次站起來了，這抗擊打能力相當不錯啊。對，薩科維奇似乎被韓飛龍的這一記踢襠的動作激怒了啊！上來之後，這個無論從表情上還是這個動作輸出上啊，都怒氣冲冲的。但這個擂台上還是要保持理智的，不然的話就會露出破綻。不止掉了。場上真是狀況連連。對，漂亮一個連續的追擊。我們的飛龍也是不打算給這個薩科維奇太多機會啊。之後，而且是自己的優勢的一個局面。哇，漂亮！這個假動作很出色啊。對，我們看的可以清晰的看得出來，韓飛龍是眼睛瞄着對手的腿部，把對手的防禦重心放在下半部分，然後這個時候突然擊打他的頭部。還是要小心一點兒。雖然是最後一個回合了，但是防守還是要做好。對，有點高度沒有掌握好，有點過高了這個高騷。整燈。這個薩科維奇在此時有點戰鬥意識有點削弱了。其實他這時候猛的進攻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迫於漂亮掃腿，這一記低掃非常的漂亮，直接將薩科維奇再次擊倒。那麼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3回合比賽正式結束，我們看一下回放啊。這個韓飛龍也是秉承了前3回合的戰術，不停的抓擊這個薩科維奇。我們來看一下裁判的最終判定結果。方勝。好的，讓我們恭喜韓飛龍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給我瞄準了打。注意看，擂台上穿着紅色短褲的正是 WMC 泰拳世界冠軍佩查差。此人打法極其毒辣，憑借斷腸碎骨的重拳，經常把對手打到重度昏迷，甚至猝死擂台。迄今為止，已經拿下了183勝的豪華戰績。如今他已經來到了國際擂台，點名要打中國選手。不料賽事方給他安排了一個20歲的年輕小伙魏子欽。不料佩查差完全沒有把魏子欽放在眼裡，更是當眾狂言打魏子欽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都算輸。結果慘被魏子欽狂砸上千拳，當場打到面目全非，慘不忍睹。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已經開始，本場比賽是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戰。不過本場比賽我們中方的參賽選手呢，的確有點特別啊，哪裡特別呢？他才20歲出頭，而且他是位詠春拳的正派傳承人。好，來看一下藍鋒選手穿着橘色戰袍，這位小將很高啊，很瘦哦，像一個竹竿一樣啊，他就是中國小將詠春拳傳人魏子欽。正是因為魏子欽呢長得像竹竿一樣很瘦小啊，所以說被紅方選手這個黑色褲衩的泰國拳王佩查差一頓羞辱。他說我們太瘦了，太年輕了啊，毛還沒長齊。打我們完全不用啊，防守一下是孫子啊，就算輸。哦，好，這個家伙的確很狂。就算是鐵人羅唐，我感覺啊也不敢和我們中方選手這麼囂張。好，他敢。好，這裡讓我們不要少說，來看雙方選手本場比賽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好，連續2個飛膝打得都很準啊，對方真的是不防守。哎呦，哦，觀眾朋友們，對方的這個，哦呦，佩查差真是不防守，真是。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罰啊！吹牛啊！今天挨揍了吧？
好漂亮！刚刚連續打了就9拳啊，命中主拳。啊，魏子欣要动起来，还是要动起来，因为这个佩沙拆啊，这个家伙毕竟是练習泰拳的，和他拼拳，我们還是要吃虧的。我們看魏子欣啊，的確是非常靈活，我看起來很瘦啊，很高，但是打法很飄逸。来到連續的飛膝，想打退對手，但是我們看這個，哦喲，佩查拆，這個下像一頭打不倒的牛一樣啊，像一口牲口一樣，很抗打，很抗揍。好，比賽來到第2個回合，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雙方這一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當然不得不說啊，這個佩查拆他的抗擊打能力啊，真的是很強啊。沒有錯，還是要動起來。哦喲，小心！魏子欣要穩住啊，盡可能還是不要拼拳。這個家伙我們看上半身啊，他的肌肉維度很扎實啊，明顯比我們的手臂要粗很多。好，我們看這個角度，對方佩查拆右眼啊已經開始打腫了啊，開始鮮血橫流。但是我們看這個佩查拆啊，依舊是不做防守啊，仍然是把雙手啊放得很低。我們看這個佩查拆啊，一直在挨揍，觀眾朋友們，主要還是沒辦法。他想打我們，想拼拳，但是我們的魏子欣很靈活，你看，不給他太多機會，打完就走。魏子欣要動起來，千萬不能戀戰啊，和對方拼拳肯定是吃虧的。但是話要說回來啊，真要是拼拳，我們還真不一定吃虧啊，因為詠春拳啊，它的核心就在於招式小，速度快，啊，打法是比較凌厲的。魏子欣不僅是拳法很厲害，他的肘擊啊，殺傷力也是十足。好漂亮，連續前手點刺，但是打不退，對方真的像一頭發瘋的野牛，而且我們看對方整張臉現在是極其腫脹。好像是剛被這個馬蜂啊、蜜蜂啊蟄了一頓。好，觀眾朋友們，比賽來到今天的第3個回合了。那麼在前2個回合，魏子欣是打了對方啊，我感覺至少上千拳了。感興趣的觀眾朋友可以數一數，看一下我們中國小將啊，藍方選手橘色褲衩的魏子欣啊，這場比賽能打多少拳？我現在深度懷疑對方的泰國選手他沒有痛覺，
都被打成这副模样了。哦，我感觉他的妈妈来了都認不出他來，但是他還在追啊，還在。哦，你看，打不着也要打啊，非常的執着。好，我們看這個角度，對方佩查拆的整張臉，我的天哪！哦，好的，又是連一次前手，整張臉已經被打得面目全非了啊，血肉模糊。還是不投降，現場裁判也沒有終止比賽的意思，因為這個佩查拆啊，他還在打，而且追得很兇啊。好，我們看一下比賽最後的30秒鐘。雖然說賽前對方的佩查拆很猖獗啊，說打我們很輕鬆啊，但是目前來看，哦，他真的是很難啊，真的是太難了。這場比賽實際上有點像當年張偉麗和這個喬安娜打的一分戰啊，雙方拼的都是血肉模糊。當時張偉麗還把這個喬安娜打成了外星人，但是本場比賽，魏子欽是絲毫沒有受傷啊，反觀是對手啊，已經是不行了。好，各位觀眾朋友，比賽終於結束了。這場中泰對局，我們中國小將20歲出頭的魏子欽啊，沒有想到他的拳法會這麼好，而且打得這麼準，這麼密集。好，這個佩查拆的確是很抗揍啊，在泰國羅唐被稱為鐵人，而這個佩查拆啊被稱為鋼人。但是今天被我們的中國小將魏子欽啊打成了一堆破銅爛鐵。好，恭喜魏子欽啊！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